Hello，大家，你们猜我现在在哪里？没错，我又来了上海。可能有些人会说：“哎呀，他上一个 vlog 就是去上海，怎么这次又是上海啊？好无聊。”但不好意思，我最近也不去别的城市。然后我又觉得呢，每一次出门，每一次出来，我会有更多的话想说。最近的 vlog 呢，可能主要就是一些跟你们闲聊啊什么的。我觉得 vlog 不一定要是非常刺激、非常新奇的东西。如果你能在日常中间记录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反倒更有意义。所以我就想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在上海的日常。那我现在走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市民公园，这边有非常高的树。这些树呢，制造出非常大一片阴凉的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会让人觉得很凉快。地上还有不少落叶。今天的天气真的好热的，有30多度，感觉都像夏天了，甚至你会觉得风都是热热的。走在户外有一种身上盖了一层布的感觉。不过明天就又要降温，大概要降10多度。降温的同时呢，还要下雨。春天这个时候，气温还没有非常稳定。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有点奇怪？其实它是我随身带的另外一个小包，但是因为我不想拎着，我就把它穿进了我的裤腰带。这个裤子的腰带是可以打开的，所以我把它打开之后呢，穿了进去，这样就拴在我的裤腰带上，所以我就不用手拎着了。虽然这样看起来会有点丑，但我觉得方便更重要吧。这个公司是李宁，李宁是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或者有没有买过这个牌子的运动产品。这些是比较老旧的居民楼，你们有注意到从窗台伸出去的长长的杆子吗？你们能不能猜到这些杆子是做什么用的？其实呀，这些是晾衣杆，它们从窗台很长很长的伸出去，然后居民会把衣服挂在上面。外地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但上海本地人早就习以为常。那我现在刚到酒店办理好入住了，我发现这个酒店在一条大路旁边，所以这条大路上面车流很多。我希望晚上不会太吵。那我还没有告诉你们这次为什么我要来上海，是因为我关系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今天要过生日，今晚我们就要一起庆祝他的生日，所以为了他的生日我来上海。那我马上就要出门了，出门去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完之后，我们应该会去 KTV， 也就是卡拉 OK。其实刚刚我挂在裤腰带上的这个袋子里面，装的就是我给他的礼物。悄悄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给他准备了什么。我给他准备了一个夹头发的夹子，
因为他头发很长也比较多，所以我买了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夹子，可以把头发抓起来。我们一般呢用这个是盘头发，就是把头发盘成一个像圆形一样的东西，盘头发。那像我自己现在在用的这个夹子呢，叫香蕉夹，因为它长得像凉拌香蕉皮。那这个夹子就不是把头发盘起来，而是把头发扎起来，这样，然后你在这边卡一下，它就把头发卡住了。然后我前面还会再加一个小的发夹，然后我还给他买了2个他喜欢的男团的周边，一个是日历，一个是海报。那和一个明星或者动画作品、动漫、电影相关的产品，我们就叫周边。那我还准备了一张生日贺卡，这是我最喜欢的礼物。如果我的生日收到生日贺卡，手写的，我是最开心的。所以我也喜欢给朋友手写贺卡。那我待会儿在见他之前呢，我还会再去花店买一捧花，因为上次我生日他也送了我一捧花，所以你们其实比他先看到他的礼物哦。虽然我发布视频的时候他的生日应该已经过了，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好，我也非常期待晚上的卡拉 OK。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唱歌的，我也经常会做 KTV 里的麦霸。我唱歌的时候会唱中文歌，也会唱英文歌。以后如果我西班牙语学得更好的话，也许会唱西班牙语歌。我平常其实不怎么涂口红，今天我为了气氛涂了一下，但是在相机里它看起来颜色好深，有点吓人。不过其实现实里它的颜色是没这么深的。好了，我现在要出门了，我会先去买花，然后就和我的朋友们会合。因为这次生日他还请了我们以前其他的共同好友，我很久没见到他们了，大概有1-2年了吧，所以我非常兴奋。请问可以自己选花捆吗？人送来不需要。送人生日。本搭一个。可以混搭吧。什么色系？有预算我可以帮你定。100以内吧。好的。稍微暖色一点的。暖色一点。那就橙色。可以，这个橙色玫瑰可以。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花大一点，数量少一点没事吧？那个蓝色的可以搭一起吗？可以。我想要一个那个蓝色的郁金香。蓝色的很这样子。混搭一下。这个确实挺好看的。对，或者洋牡丹。洋牡丹，可以。这个才几块钱一支。好。这支18。好。所以你只要不挑贵的，能放很多。这种只有几块钱。好，这个来一个。这个也不错。再来一个暖色的吧。或者再来多少个？再来一个玫瑰好了。就这样吧。这里面最贵的就是那个郁金香了，对吧？对。那就98吧。98。你刚刚说它这个脖子下面是叫什么颜色？有点像橘色。
橘红色。对，有点桃子的感觉。哎，对对。这个秋千荡在这边还挺有感觉的。那么我给我朋友的花就搭配好了，中间用了一个深蓝色的郁金香点缀，老板帮我把这个郁金香展开了。其实展开后的郁金香我有点认不出来它是郁金香，然后下面还配了一个和它颜色相配的袋子。老板娘人超好，还把她的小鹦鹉借给我玩，这个小鹦鹉特别粘人。你们猜猜现在几点了？马上就凌晨1点了。因为我们唱 KTV 唱得好晚，然后刚刚出来之后又依依不舍地和朋友站在路口，就站在那儿聊天聊了好久，所以我现在这个点才往酒店走。这么晚录 vlog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社恐，因为你的旁边都没有人，很安静，没有声音，你不用担心别人看你，也不用担心别人吵到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有一点点醉。还有一家饭店开着，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跟朋友在外面玩到这么晚了，真的很久没有在外面待到这么晚，都有点不适应了。我想起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朋友在上海的街头散步、漫步，享受夜晚的静谧。虽然当时宿舍有宵禁，宵禁就是你在晚上一定的时间点前要回去，但是现在想要再找到一起散步的伙伴就没那么容易了。大家都开始工作了，感觉经常做什么事都好像在赶时间一样。本来想在这个路边随便找一辆共享单车骑回酒店的，不过现在更想就这样慢慢走回去了，反正也不远，大概就15分钟走路的路程吧。街上也不是空无一人，所以没那么可怕。这边还有个酒吧开着呢。每次晚上走在外面，看到这样24小时开门的便利店，都会觉得很安心，好像它可以成为城市里的人们栖息的地方。其实你可以经常在电影里看到便利店有这样的角色啊。我不知道，我感觉这期 vlog 好像完全变成一期闲聊节目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不太喜欢我这样碎碎念？我希望明天起床后还有时间
再去一个别的地方。刚刚有人经过，我又社恐了。我希望明天起床后，我想想还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以去，然后给你们拍一下。快凌晨1点了，这家面馆还亮堂堂的，你还可以看到厨房里冒着的热气。哇，这家火锅店是24小时营业呢。不过一般在中国，火锅店都是营业到比较晚的。那我们先晚安吧。早安，我起来了。在这间房间里还有点难起来，因为它没有窗子，它只有这样一面壁纸，所以你没有阳光可以让你醒来。但是我还是起来了，非常容易的起来了，因为这间房子隔音很不好。今天早上大概6点左右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的声音，但当时那个声音响到清楚到让我以为是有人在我房间里走路，就是楼上脚步的声音。我当时真的吓坏了，我以为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然后仔细听了一下，那个脚步声是从楼上来的。隔音不好这个词很有用哦。如果你看一下酒店，它有不少差评，可能很多差评都是跟隔音相关的。毕竟很多人住酒店只是为了在晚上睡一觉嘛。那如果隔音不好，酒店这个睡觉的功能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除了那些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睡着的人。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昨天在生日聚会上我的一个日本的朋友给我从日本带来的零食小礼物。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饿，所以我准备出去觅食了。觅食这个词呢，本来是用在动物身上的，但现在我们也会开玩笑一样的用在自己身上，因为有时候饭店很多，你要花很长时间去选一家，所以也有一点像动物觅食。房间没有窗户的后果就是你出门前并不知道外面下雨了。我的妈呀，这个雨还挺大的。我打算在这个地方选一家饭店。这个街区原来有很多厂房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建筑有一点工业化的风格。不过之后它重新进行了空间设计改造，现在就变成了一个餐饮的街区。我点的早午餐来了，这次我没有像上次一样点一大杯啤酒。雨停了，现在我想带你们去看一个在上海我很喜欢的地方，叫上升星所。为什么叫上升星所呢？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为了给你们介绍，我搜了一下，是因为这个地方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那从里面我们就有上升所3个字，对吧？那为什么又有星这个字呢？是因为在大概5、6年前的时候，这边
这个地方被再开发了，它原来是封闭的空间，但现在被打造成了开放的空间，可以让市民在里面休息啊、消费啊。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些花瓣落在这些绿植上面，显得格外好看。我们这就到啦。你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建筑有一点工业化的风格，对，没错，因为以前是研究所嘛，它会有一点那种实验室啊什么一类的工业化的建筑。那你们看它这个英文名叫 Columbia Circle， 其实这是跟它1920年代的历史有关。当时这里是美国一家地产公司开发的哥伦比亚生活圈。那当时呢，有很多外籍侨民在这一块活动。如果你们感兴趣那一个时期的历史的话，可以去搜一下上海的租界文化，非常有意思。那上海呢，对于这种老街区的开发、创新、实践是很善于引用全球不同国家的资源的。比如说，你们看这里，鸟屋书店，它是一家日本书店，是我在上海最喜欢的一家书店。非常独特的建筑造型。你们看，好特别的一个地图。就是关于这个上升星宿的地图，它也是做成了凸起的形状，然后有一定的特别的质地，代表了每个地方。这就是刚刚我给你们看的鸟屋书店，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海军俱乐部及附属泳池。这个泳池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很流行的网红打卡地。然后它这个海军俱乐部呢，也是在1920年代建的。这一片花都是可以买的，不过它是自助买花，就是你只要选你想要的花，扫这上面的2维码，付款就可以了。这地方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创意街区。这样的创意街区在中国还挺多的，比如我自己的城市也有很多，但大多数看起来都有点像荒废的感觉，没什么人光顾不过这样的街区还是给文化消费啊、餐饮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和空间。那也有的人把这个称为城市的一个森系空间，就是像一个小森林一样的空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吧，可以给尤其是上班族提供一个午休时和自然连接的休息的空间。其实今天还是挺冷的，
昨天来的时候有30多度，今天就一下降了10多度。我的外套其实有点薄，所以我已经开始有点流鼻涕了。这期 vlog 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